剧本里是抓手腕，但是这个时期两主角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好了，而且抓手腕这个动作很容易挣脱，还容易疼，所以这里的蓝改成抱会不会好一些？我没意见。魏无羡看了蓝忘机一眼，没见他反对，便回道：那行，你们试一下戏，看看效果如何。两人回到原先的位置，魏无羡很快就入了戏，愤怒地对着脚下的空地喊着，突然被身后一个怀抱死死箍住，那双手臂用了极大的力气，让他无法挣脱。尽管如此，被怒火主导着的他仍然手脚并用，想推开身后阻止他的人。魏婴，住手！那个声音嘶哑在耳边，他顿时冷静，呆住了动作。是蓝湛啊！这部戏每多拍一场，导演就会越觉得自己眼光好。这俩主演不仅能按照他的要求临时改动作，还能够在试戏的时候就与原先的剧本联系起来，果真是既有能力又有默契。忙完了一天，魏无羡回到酒店，却意外接到了温宁的电话。魏哥，你们导演刚刚给我说了一件事，让我转达给你。魏无羡刚按下通话键，就听里面传来温宁火急火燎的声音。他无奈道：有什么事，你慢点说行不行啊？就明天，你看微信。那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魏无羡好奇地打开微信，点开新收到的图片，发现是一张修改后的剧本。他记得这场戏的前段剧情，就是在今天他所拍戏份之后，因为智人受伤被勒令退学，由于档案的记录和对方的报复，他没再有机会重新入学。唯一的家人，他的母亲也对他很失望，他心情消沉，跑去酒吧喝酒，然后被蓝忘机找到带回家。这都是他看过的剧本，确实没问题。可是这之后的扑倒在地毯上、争吵、接吻，还有扯衣服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描写不明显，但他还是能看出来，这就是床戏啊。不过他没有仔细看过后期激情戏的剧本，所以并未发现这两者的不一样。他立即打字问道：这是提前了？不是，魏无羡还没回复，那边又跳出来几个字，是临时加的。那为什么导演不自己告诉我，非要你转达？他是想让我问问你有没有难度，因为一开始只说有一场，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应该就不会再加了。魏无羡放下手机，仔细思考了一下。其实他大概能理解这场戏加的原因，不过他可不认为他和蓝湛现阶段能顺利搞定这场戏。昨天那场吻戏拍的，他自己都不忍回想。手机另一头的人有些急了，生怕魏无羡生气，便连连解释。接二连三的震动声也不断响起。不过魏哥你放心，是很隐晦的镜头，也不需要录，只是走个流程。导演说主要是电影里表达出这个意思就好，就跟平常吻戏差不多，不会太为难你的。魏无羡重新点开聊天框，回复道：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你也别一副纠结的样子了，一场也是拍，两场也是拍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。我明天会去联系导演，我得先背台词，不说了。魏无羡保存了新修剧本的图片，正准备仔细过一遍台词时，让他抓狂的敲门声又响起。不用猜也知道来人是谁。他俩今天本来下戏就晚，魏无羡也只是早回来10分钟而已。现在都0点过了，不知道蓝湛找他能有什么事。尽管心里这般想，可在打开房门时，魏无羡已经是笑容可掬了。他毫不吝啬地朝门外人展露一个标准微笑，问道：蓝湛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？门口的人垂下眼，缓缓道：剧本，你收到通知了吗？剧本？你是说新加的那场？我知道啊，刚刚温宁都告诉我啦。魏无羡把门打开，把人引到屋里坐下，道：不过现在太晚了，导演应该也休息了，我明早去跟他交涉一下。蓝忘机瞥了一眼那人还放在床上的手机，屏幕没关，上面的图片正是密密麻麻的台词。他隐约叹了口气，道：很晚了，先睡吧，明早再看。不行的。魏无羡顺着他的视线看向手机，走过去拿起来，我记性不好，得提前多背几遍台词。你说他们也是，加戏就加吧，还加这么多台词，真是头疼。说完，他真的扶住额头，好似一副苦恼的样子。蓝忘机站起身来，轻轻拿下他的手，道：不必担心，先去休息吧。
魏无羡正想笑问他，莫不是打算帮自己背词，那人却收回了手，道了句晚安，就转身出了门。被蓝忘机这么一说，他确实也觉得渐有困意上冲。在忘词被骂和连种上镜之间纠结了好一会儿后，他依然选择了前者。不过很快，他就明白了蓝忘机的意思。一觉睡醒，魏无羡特意起早了一点。等他找到导演询问新场细节后，才得知自己的台词被缩减了。原因是另一位男主昨晚给他发消息，提了许多建议，其中一条反复强调的就是关于他的台词问题。魏无羡在戏里的角色此时是微醉的，应是没有多少意识和力气说话，也就无法像正常状态下与人对话，所以他的台词就被减少到了3句，此外还增加了几个点头的动作。听完导演一番叙述，魏无羡一时没能反应过来，印在脑海的印象只有一个：蓝忘机什么时候这么体贴人了？他朝导演道了谢，打算去化妆间时，就看到了正走向这边来的蓝忘机。他此时正有些心绪繁杂，又觉得和那人道谢会别扭，于是便装作没看见，逃向了化妆间。不过，若是他早知道他这一举动会被报复，他一定规规矩矩和人打声招呼，好好说句谢谢。魏无羡是被人扶回家里的，他酒量虽好，可耐不住酒精度数太高，还没喝几杯就已经晕乎了。防盗门被重重的拉上，蓝忘机将人放在沙发上，便去饮水机接热水。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看着人把一杯水完整喝下，他才放心了些，问他是否还有不适。面前的人抬起头来，茫然地看着他，眼角泛红，不知是醉意还是哭意。蓝忘机把杯子放到茶几上，耐心地再问了一遍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告诉我。魏无羡这才听懂似的，伸出一只手按住心口，断断续续道：这里疼。此刻守着他的蓝忘机最见不得的就是他难过的样子，一把把人搂进怀里，不断安慰着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会过去的。不会的。魏婴，你看着我。他抚上那人脸颊，颤声说道：难过的时候你可以找我，不许再一人喝闷酒。你还有我。被如珍宝一般抱住的人睁大眼睛，突然伸手一把将其推开，试图起身离开，嘴里还绝望地呢喃着：没有人，不会有人还愿意在我身边。是啊，自己的亲人都不要自己了，身边的所谓朋友为了自保也接连疏远他。这种类似安慰的话语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用处。蓝忘机被推得一个趔趄，快速站稳后便看见已经站起的那人。可他现在明明都走不稳路，担心那人摔倒，蓝忘机急切地伸手去拉，不料却是把人扑倒在地。变故突然，他来不及护住那人，所幸客厅的地板都被铺上了厚厚的地毯，情况应该不会太糟。